把你的手机改成自动发送定位，1小时1次，这样我能随时知道你的位置。嗯，送你的礼物，拿着。礼物？上次你那把刀救我，给弄丢了，我有钱了，还你把新的。谢谢你。罗刃，脸书。怎么？没想到跟你打招呼啊？不打不相识嘛。这糕点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好，我是连叔，猎头连烟店的老板娘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木代。昨天罗刃来我店里挑东西，我们聊了很久。干嘛？他的品味还蛮特别的，所以我想他的朋友们应该都是群有意思的人。啊，是的，他的朋友有空来我店里坐坐，请大家喝茶。那个我们也要开店了，回头常穿我啊。好啊。好。差不多了吧？木代。关门，关门。谢谢。照顾好自己啊，走了吗？再见。我是名人大才懂当明星学武功，我生来不普通。哎，哎，曹兄，曹兄，哎呦，闪着我了，怎么了？你刚听见打雷了吗？打雷？没有啊，幻听了吧你？又出现幻想了，难道还有新的信件？13000又看到幻想了，说明还有新的信件。神棍说不让我们落单，你和红纱要互相照应。大雨、深山、村子，指向有点不明了。接下来咱们会陆续看到幻想吧？差不多。那边有什么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别提了，红纱的手机都被他爷爷给没收了，说是规矩。我是个外人，他不好直接管我，但是我也不能太放肆。我手机都静音了，电话都是偷偷打的。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一条山道上。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吗？他老人家嘴严，我也不好硬撬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你改一下自动定位的发送频次，从现在开始改为半小时1次。从这个定位来看，无论从哪儿走都是大山。进了山里信号不好，定位也不准。这样，你如果发现路标了，就拍张照给我，算是双保险。嗯，明白。木代，保持联系，务必小心。嗯。妈的，这什么路这是？别动气，好好开车。
我跟老板商量过了啊，租金没问题。你等我一下，里边也够宽敞。我好像看到幻想了，现在不方便说话。是什么幻想？跟13000的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忽然看到窗外有投影，好像是个人。是男是女？古代人还是现代人？不太确定，现代人吧。能描述具体点吗？那个人什么体型？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？正面、侧面？人是站着的，一只手里拿着东西，挺长的，另一只胳膊上挎着……挎着什么？挎着个篮子。你说他还拿着东西，挺长的，是不是一把扫帚？对。你喜欢这个啊？保持警惕，等我消息。罗刃，我还以为你都……你要买这个？这有什么寓意？寓意？这个叫晴天婆，先古的时候就有，民间用它来祈祷雨止天晴，北方叫它扫天婆。晴天婆，就长这样吗？不是，有高举扫帚的，也有低垂的，总之很有地域特色，没有标准形象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晴天婆？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多雨的地方，多雨才想扫走雨神嘛。扫走雨神，13000看到的又是大雨，看来这一次的新捡是在山里多雨的地方。这海背道怎么停了呢？大爷，这前方没有路了。罗哥，我看着幻象了，一口井。哎，爷爷，你到底记不记得路啊？记得。不是，这天都黑了，咱啥时候能到？快了，快了，跟着爷爷走。大山多雨村庄井，全是无效信息。哪个村庄没有井啊？是啊，虽然那个布娃娃会瘆人的。我的妈！真是艺高人胆大，还布娃娃呢。哎，不对呀，布娃娃。你管那尸骨叫布娃娃？尸骨？对啊。不对，曹艳华啊，咱们看到不是同一口井，你看到什么样的？森林，中间有个空地，有口井，可阴森了，里头全是石头，还有个尸骨。石头，石头。严老头是老派的财宝人，他突然要开宝井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。宝井。喂，罗人。你们那儿有危险，那个宝井千万别下，有新捡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那儿信号不好。木代，你们等我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马上什么？爷爷，你慢点。
这路太不好走了。咋了？收拾行李，快！收拾行李。哪天当保镖，带点心。刚才要是只野兽的话，我可能就没命了。爷爷，啊。走吧。木代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爷爷他就这样，就是臭脾气，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没事，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到位，走吧。怎么了，爷爷？有动静。那是鬼火吗？别乱说。哎，曹妈妈，你说咱们这刚回来不久又要走，怎么跟张叔说呀？他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把咱们劈了不可。张叔不能真劈了你，我师傅和红纱要是遇上心结，那是要出人命的，挨顿呲儿挨顿呲儿。走。娉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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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娉婷。娉婷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木代，你赶紧买新手机啊！回头咱们建个群，群名我都想好了，凤凰小分队，怎么样？走吧。这富婆取个这么土的名，真对不起她那钱。走吧，张叔，张叔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下次来。好。张叔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。那行，你赶紧干活吧啊！叔，这把我去对了吧？回来了。张叔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上楼歇一会儿，等会儿再下来帮忙。没想到啊，去趟合浦，你们还能碰到一块儿。是啊，是我多想了还是怎么着啊？莫代这次回来感觉兴致不高嘛？啊？张叔，木代以前会突然忘事儿吗？就比方说，他突然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就突然忘记了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，
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，没有吧？有啊，一旦喝多了撒起酒疯来，那是天下大乱，一塌糊涂。不是，但是酒一醒呢，他就把什么都忘了。所以你最好别让他喝多了，免得你看见他出洋相。当时我们打老棒的时候，我一直喊你，你当时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喊我了吗？喊了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上回您老也是这么说的，说什么您儿子会带着钱回来。好家伙，哎，躺在骨灰盒里回来了。咱是体恤您丧子之痛，可没有在这葬礼上要钱吧？那您老可不能给脸不要脸吧？这还有房子。我知道您还有房子，所以一直对您这么客气。但是您儿子赌这么大，欠那么多钱，这押上房子也不够啊。是不够啊，但你没想到，难道我老袁家就不会有几块压箱底的石头吗？好，就等您老这句话。您要是肯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半个月内必然两清。不过您老前几回放的话可都没有兑现呐，我这个心里实在是没有底。按规矩，这个我可就拿走了。走。冷泉，这地方我怎么看起来他有点耳熟呢？看起来耳熟。娉婷刚被新简寄生的时候，哼的就是冷泉一带的小调。就是看起来耳熟，我就耳熟。行，你说啥是啥。我最早记录的关于新简的故事，全是在冷泉一带搜集的。我们研究新简，冷泉是绕不开的一站。所以我最近呢，又把当地的资料认真的研究了一下。这些呢，就是冷泉的壁画，你们仔细看一下，认真看一下，这种绘画风格，曲里拐弯之间，是不是和水影里面的凤凰鸾鸟非常相似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要是硬这么说呢，我附和你是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实践出真知，我觉得呢，是时候到冷泉去一趟了。不是，是谁这么认为的？哪儿就走？完你看完了，您不要紧张。叮嘱你们一句啊，这段时间一定多加小心，能够在一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落单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小心点儿。谁知道新简还有几分呢？你留着吃。啥？哎，对了，这段时间
相互之间小手手牵牵好啊。神神叨叨的，怪吓人呢。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，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代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？平手摸，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3000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俩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儿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新建离地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喂，赵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。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怕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？没有，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
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，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，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受罢了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家的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，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。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我的父亲。叔叔走后，娉婷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。亲人？我跟叔叔说，让他自己不要杀人。我没做到。我吩咐娉婷守好叔叔，告诉他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结果娉婷疯了。我说话就像放屁一样，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到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不希望娉婷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木代，昨晚多亏有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刚认识的时候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好像一点都不高兴认识我。你还记得呢？送给你。送给我。以后你再想起这茬，就把刀拿出来，放在地上踹2脚，解解气。别总想着我的不好。那请问罗衽，你有什么好啊？只想和你慢慢期待，慢慢走过了一起的时光里，慢慢的回忆。喂，郑博。木代，昨天罗衽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人这就走了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这毒妇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得先顺着她换个地儿再拆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以退为进。跟上。哎，小老板娘，我知道他们家密码了，让我来。哦，来了。罗衽，开门！都来了。让我来密码。罗衽，密码他已经换了，你打不开的。好。罗衽，开门！罗衽，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么别让我赔钱啊！困死了！千两黄金不外道，十字街头送古胶。今儿我就露手黑的，门防君子不防小人，瞧玩意儿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罗衽，什么情况？罗衽，你干什么？罗衽，你别冲动啊！罗衽，你做什么？你在？哎，罗衽，你，罗衽，你别说话！郑伯，大夫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就在隔壁呢。医生，来。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宁摔了一跤，郑伯吓到了。夏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你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拿杯水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这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平婷，
又严重了。他可以伤人，啊！而且不是简单的杀人。他居然还会用策略。策略？是，他先是把吊灯砸坏，再假装被吊灯砸伤。还好我懂得及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然后护工也辞了。娉婷这个状态，我不敢让人靠近她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她这样也找不到人吧？我呀。你算了吧，娉婷现在很危险。罗刃，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的功夫呢？现在郑伯年纪大了，你又受伤了，娉婷又发病了，你想找个人治住她、看住她，又能是帮忙洗漱的同性，你觉得谁能比我更合适？这不合适，你还在利息，多麻烦啊！谁说我要纯义务帮忙了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也知道我在利息，那往返的机票得你出吧？机票没问题啊，得包吃包住吧？没问题。木代，谢谢你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江湖救急。哎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？那回头见。我还带了箱子。啊，我来。好，谢谢。罗刃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去接你，还用打车过来。没事，你是伤员。不碍事。活该，早上换药的时候，这血流的还哗哗的，不知道，逞能耍大。老人家说话夸张。走吧。娉婷，来，这个铁门是新加的。哦，这是铁门的开关，一般饭菜是从这个口送进去。餐具用的都是纸质的。我来。娉婷，他是不是很多天没洗澡了呀？我该干活了。娉婷，娉婷，这个是木代姐姐。他是来帮你的，乖一点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好玩吧？水凉不凉？娉婷，再转过来点，姐姐给你冲水啊。娉婷，娉婷，娉婷。
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给我安分点，早晚收了你。天庭，哦，来，玩小鸭。没事啊。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皮呀，会动，上面还有花纹？不好说，一闪而过，我也没太看清楚。像是寄生虫啊，就像是某种寄生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关系。对了，当时娉婷还在哼歌，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。你稍微等一下。棍叔，你这还用智能手机呢？谁规定我不能用智能电话？我跟这个时代又没有脱节，怕你们烦我，所以这调子是娉婷哼的那首歌。你谁呀？哦，他是罗任，我之前提过的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娉婷的监护人，也是木代的朋友。小口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对比了很多娉婷唱的曲子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那种曲子，它是像冷泉地区的一种起神的时候唱的曲子。那娉婷和叔叔为什么要哼这种歌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还要调查一下。小口袋、小萝卜，你们接着研究一下，有新的进展就给我打电话，没有新的进展就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。小萝卜、小口袋。哦，这是沈先生的个人习惯，没有贬义啊。他给你起昵称，主要是因为他把你当朋友，是对你的肯定。而且小萝卜这种东西，营养这么丰富，很多地区都叫它土人参，它是变着法儿的说你是人参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把人参水溅你脸上。谢谢。不是曹兄啊，这生活如此美好，你为何在这儿叹气呢？追梦路上的坎坷你不懂，人都说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这好，山安了轱辘跑了。小山河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那罗什么家里那点破事儿，还得小老板娘亲自去。我要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去。去也得跟个人去啊。是。哎呀，可怜。张叔，您去过小山河吗？没有啊。没去过就对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地方特别的危险，必须得有人陪同。干嘛你去过？我当然去过了。还有那个叫什么罗任的，道貌岸然，伪君子，连曹胖胖都说他是个跟踪狂。这种人你能信？有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也可能是一误会，因为什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
小老板娘那人她脾气倔，那电话里边叫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过去接应一下了。张叔，这老板娘把她托付给你，要是她出了任何的问题，张叔你这难辞其咎啊。是得找个可靠的人过去。找谁呢？你别在我眼巴前晃悠了，行吗？我瞅着你都虚。我算是瞧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为了逃避劳动，借着开张叔的油享自己的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打工人想偷个懒也正常，难道你想劳动啊？啊？哎，说真的，你会去看木寨吗？我去啊，我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拍个照，打个卡就行。嘿嘿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干嘛去？人张叔只答应给你包食宿，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我包吃包住，你就蹭吃蹭住呀，你自己带个路费就行了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嫌一人玩没劲，拉我过去当伴游。哎，你这可是恶意揣测我了啊！我可是真的是为你着想的。你想想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啊，这山不向你而来，你便向山而行。那山你离远去，你便追着山跑。你不远万里跑去小山河，多心诚啊！那再无情的师傅都会被你感动了。说下去，我再说，那毒妇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直接表演一个从天而降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怎么办？他还不得哭着喊求你，曹元华，你是我的好徒弟啊！13000，虽然你在说这套言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膈应人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嘿嘿，人才。那走着。吃脸上了，哼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木太，来，吃饭。
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老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似的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呀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，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，随口一叫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、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，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啊，等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是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。在哪家？看见什么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？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。封住的？对。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。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你赶紧下来，咱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
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交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刘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。
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刘书爱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！谢谢。妹妹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，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甭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哎呦，没戏！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的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艺投食。有点道理哈。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。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前面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，你不是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我一把，扶我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哦，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还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那么扛大包呢，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。我得让木代对我刮目相看。呦呦呦呦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
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弘毅入手。还没睡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寿还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。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都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。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，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。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，让别人都笑话他。你过分了啊！弘毅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弘毅，我是不该这么讲李叔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弘毅，你还记得那个罗刃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，罗刃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？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弘毅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情吧？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木代，你想多了。弘毅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喂，我听说李坦来利息了。嗯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，我要不是答应弘毅陪他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
聊几句而已。我会主持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这不过河拆桥吗？也不回信息。木代，红姨，你可算聊完了。喝酒啦？林叔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我找着凶手了，老子死了，这个，但是我找到了小的，我这也算整平步了。罗刃，不是李叔，李叔你搞错了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罗刃家。走，啊，快走。别过来！木代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李叔，你别，这事跟罗刃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亲眼看他叔叔杀的人，他就是帮凶，居然骗我说他叔叔被人控制了。我呸！我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眼见为实。李叔，任何借口都没有。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杀人是有罪的。我连命都豁出去了，22年了，22年了。我终于可以给雅青一个交代了。李谈，是我，李谈。雅青，雅青，是我。不对，你不是，你是李雅青的双胞胎妹妹。你们都想骗我！我就是雅青，我就是李雅青，我是。不是雅青，我是。你不是李雅青，我是李雅青，我就是你忘记了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你单位附近的川菜馆，你点了一个西红柿蛋挞，那个鸡蛋是完整的。我说不应该这样，蛋花应该是打散的，但是你说川菜就应该这么做，你忘了吗？你还说你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真的就是李雅青。雅青，李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凯这个人也真的是，说好了意思意思得了，用这么大力气。哎呀，都是水啊！汽油没撒多少，就是让你们闻个味儿，有那个气氛就行。
你说你们两个怎么能合起伙来骗我呢？真不够意思。郑博早上发给我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等了。聘庭上的歌是我叔叔杀人前唱的。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，但是一来李诞是个急性子，二来我们都觉得不告诉你们一切反应都是真实的，效果反而好。事态紧急，所以行了下策。嗯。我前2天不是睡不着吗？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案子的事儿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。你说？你说那幕后的主谋会不会是超自然力啊？这很奇怪吗？不好意思，刘树海掉进河里之后性情大变，是被控制了，后来死在小旅馆里，又控制了你叔叔。所以你觉得现在聘庭疯了，是被这种力量控制了？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大师帮忙喽。说说嘛，说都不能说啊？哎，现在肯喝我的水了啊！这一次是真的下了毒。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也在落马湖？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罗刃。快跟上！不得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蚊子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请这位曹爷。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。说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。那这么多家，哪家是他家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。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
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刘书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罗刃，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浆。